美国真的衰落了吗？不，如果你真的了解美国的话，你就不会轻易的说它已经衰落了。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一直被视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科技、军事、金融、文化几乎覆盖全球。要想彻底的了解美国，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混乱，从而来评判，还得回到那个最根本的地方：美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在短短的200多年，从一个被殖民的荒野成长为地球上最强的国家？这条视频我将从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始讲起，一路经过殖民战争、独立宣言、开国元勋们的博弈、南北战争、工业化，再到2次世界大战、冷战对决，直到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刻，以及今天被质疑的霸权，带你一次性彻底的了解美国的前世今生。你会发现，美国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关于力量、矛盾、运气与幻觉的史诗。接下来，我们就从最开始那一切都还未定义的大航海时代讲起。欧洲第一次踏上这片新大陆，美洲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第一部分，发现新大陆与殖民的开端。当我们今天回头看美国，会觉得它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其实，在历史的长河里，这片大陆本来并不属于美国，更不是为美国准备的。真正改变一切的是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哥伦布与新大陆的发现。1492年，哥伦布代表西班牙王室扬帆远航，本来想寻找通往印度的新航线，结果却在机缘巧合之下抵达了美洲大陆。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他开启的不只是一次航海，而是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在那一刻，原本生活在这片大陆的印第安文明突然被拉进了全球化的浪潮。对于欧洲人来说，美洲意味着土地、金银、资源和机会，但对于土著人来说，这却是一场灾难性的开始。我个人觉得，美国的命运跟哥伦布的故事很像，一方面是机遇的象征，因为欧洲人看到的无限的可能，另一方面却也埋下了矛盾的种子。从一开始，这块大陆的财富就是通过征服和掠夺获得的，而这种矛盾后来其实深深影响了美国的基因。殖民的开始，清教徒与新英格兰。接下来的1个多世纪，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相继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真正与未来美国直接相关的是英国的13个殖民地。1620年，一艘叫五月花号的船载着一群清教徒横渡大西洋。他们来新大陆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财富，而是为了宗教自由。很多人可能听过五月花公约，这是他们在船上签订的一个契约，强调集体自治和规则。看似很小的举动，却在无形中奠定了美国未来的政治基因、法律、契约和自治。但是别忘了，殖民地社会并不是一片理想化的自由天地，对外他们依然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甚至引入非洲奴隶；对内他们还要面对英国本土的殖民统治。换句话说，自由与压迫从一开始就是同时存在的。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后来美国建国时的很多矛盾，比如奴隶制与自由、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都能追溯到殖民时期。关键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殖民地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不仅是科学家、作家，更是政治思想的传播者。富兰克林年轻时曾在伦敦待过，他深刻体会到殖民地在英国眼中的二等地位，于是他提出殖民地不能永远依赖英国，必须学会独立思考。我觉得富兰克林有点像美国精神的缩影，既有实用主义的智慧，又有冒险家的大胆。他是那种白手起家靠自己闯出来的人，而这种精神后来几乎成为美国的国民性格。冲突的积累，独立的火种。18世纪中叶，英国为了维持庞大帝国，对北美殖民地加税，最出名的就是茶叶税和印花税，这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大家可能在课本上学过波茨顿清茶事件，一群殖民者假扮成印第安人，把英国的茶叶全部倒进了海里。这不仅仅是一种抗议，而是一种象征，我们不再接受英国的管控。就在这种背景下，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1776年，独立宣言诞生，托马斯·杰斐逊写下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话：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是讽刺的是，当时美国的南方还在大规模的使用奴隶，这种矛盾从建国起就存在，也为后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说到独立战争，就绕不开乔治·华盛顿。他原本是种植园园主，但在战争后被推举为总司令。
他并不是最杰出的军事天才，但他总有一种独特的领导力，能够让人信任，让人跟随。独立战争打了8年，美国殖民地凭借法兰西的支持和自身的坚持，最终赢得了独立。1789年，华盛顿成为美国的第1任总统。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华盛顿在连任2届之后主动卸任，并拒绝成为终身总统。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选择，也直接奠定了美国制度的根基。权力需要被限制，总统不是国王。我认为这是美国之所以能够稳定发展的关键一步。很多国家在独立后陷入了军阀割据、独裁统治，而美国却因为有华盛顿这样的开国人物，选择了一条制度化的道路。开国元勋的矛盾与妥协，美国宪法的制定也是历史上的一个大奇迹。汉密尔顿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杰斐逊则倾向于分权自治。最后的宪法实际上是一场妥协，既有联邦政府的权利，也保障了各州的自治。这种妥协让美国一开始就充满张力。它既是美国活力的来源，因为不同利益能找到平衡，但同时也注定美国未来会在不断面临的政治分裂。如果你问我美国的强大是不是注定的，我会说不完全是。美国的成功有地理优势，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远离欧洲的战火，也有人才优势，一大批敢于冒险、追求自由的人。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选择。美国从一开始就尝试用规则和契约来约束权力，而这一点让它后来的发展中走得更远。第二部分，扩张、南北战争与工业化的崛起。美国在1789年成立联邦政府之后，很多人没想到这个新生的小国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逐渐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可要理解它的崛起，就必须先看它在19世纪的扩张与矛盾。当时的美国只有东海岸的13个州，版图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大。可问题是，美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扩张的冲动。19世纪，他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天命论。意思是说，美国人相信他们注定要把文明扩展到整个大陆，甚至超越大陆。这个观念既是理想主义的口号，也是赤裸裸的扩张借口。于是，美国通过一系列的方式不断吞并土地。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割地让美国的领土一下子扩大了1倍。后来又打赢了美墨战争，拿下了德州、加州、新墨西哥等大片土地。到19世纪中期，美国基本实现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横贯。可你要注意，这背后是一系列血腥代价。印第安人被不断驱逐，甚至发生眼泪之路这样的悲剧。数以万计的印第安人被迫离开祖先的土地，死于迁徙途中。这就是美国扩张史中不愿意提及的阴影。在我看来，美国的扩张和今天的矛盾是相互联系的。它的强大来自土地与资源，但同时它在道德上始终背负着不公的原罪。奴隶制与南北的撕裂。美国建国时，南北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北方逐渐发展起工业和商业，社会结构相对多元化，而南方依赖种植园经济，严重依赖奴隶制度。问题是，当美国在不断扩张新领土时，南北双方开始争论新加入的州是自由州还是奴隶州。这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整个国家价值观的冲突。奴隶制的争议越来越激烈，最终在1860年达到了爆发点。那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林肯明确反对奴隶制扩张，这让南方州直接宣布脱离联邦，成立了南方联邦。于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内战爆发——南北战争。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他出身贫寒，年轻时靠自学成才，后来成为律师，再到总统。他的经历几乎完美符合美国人心中白手起家的神话。南北战争从1861年打到了1865年，持续了4年，伤亡超过了60万人，几乎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在战争中，林肯发表了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宣布解放南方奴隶。虽然这份宣言在当时并没有马上让所有的奴隶获得自由，但它的象征意义是巨大的。美国第一次将自由与反对奴隶制绑定在一起。林肯还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一个分裂的国家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这句话不仅是当时对美国的警醒，其实放到今天依然有意义。可惜的是，林肯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遇刺身亡，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令人惋惜的总统之一。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实现了统一，但新的挑战又来了：如何发展经济？19世纪后期，美国迎来了工业化的黄金时代，铁路修建贯通东西部，
煤炭、钢铁、石油等产业迅速崛起。像卡内基的钢铁帝国、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摩根的金融帝国，几乎塑造了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雏形。这一时期，美国人口已大幅增长，大批移民涌入，特别是来自欧洲的劳工，他们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移民眼中的希望灯塔。但是这种发展也带来了新问题，贫富差距加大，劳工运动此起彼伏，资本巨头和普通工人的矛盾日益尖锐。换句话说，美国在变强的同时，内部的不平衡也在加剧。对外扩张与美国的国际野心，当一个国家在国内逐渐强大后，它一定会向外看。19世纪末，美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现野心。1898年，美西战争就是一个转折点。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取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还间接控制了古巴。有人说，这是美国第一次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这也是美国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质。它一方面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另一方面却不断通过战争和干预来扩张自己的影响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从那时就很明显了。到19世纪末，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小国，而是逐渐站上了全球舞台的新兴强权。它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都在快速上升。第三部分，2次世界大战。如果说19世纪的美国还只是个新兴的强权，那么20世纪2次世界大战就是它登上世界舞台的成人礼。一战，美国的试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美国其实还在犹豫。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最初提出的是中立，因为美国远在大西洋的彼岸，看似不需要卷入欧洲的战场。但随着德国潜艇击沉美国商船，鲁西塔尼亚号事件激起了民愤，再加上美国在经济上已经大量支持协约国，1917年美国最终参战。美国的参战直接改变了战局，它不仅带来了强大的工业生产和金融支持，还带来了新鲜的士兵。1918年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国际秩序的关键玩家。威尔逊提出了14点和平原则，倡导建立国际联盟，想通过集体安全来避免未来战争。虽然美国国会最终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但这标志着美国第一次试图塑造全球规则。我觉得一战对美国的意义不在于他打了多少仗，而在于他第一次尝到了国际领袖的滋味。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美国对自由经济的放任，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了全球大萧条，美国失业率一度高达25%，无数家庭破产，社会陷入动荡。这个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提出了著名的新政，政府要主动干预经济，大力修建基础设施，提供救济，创造就业，还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有人说，新政让美国从资本主义的野蛮自由走向了有温度的资本主义。虽然它没有完全解决大萧条，但确实为后来的复苏奠定了基础。罗斯福的另一大贡献是他在二战中的领导力。二战，美国的真正崛起。1939年二战爆发时，美国依旧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已经在暗中向战争国家出售物资武器，使得全球大量财富流向美国。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才正式参战。这一次，美国不再是配角，而是主角。他不仅在太平洋战场与日本决战，还在欧洲战场通过诺曼底登陆等关键战役帮助击败了纳粹德国。战争结束时，美国几乎是最大的赢家。它本土没有遭到破坏，工业产能远超其他国家，还掌握了原子弹这种终极武器。罗斯福带领美国度过了危机，实现了财富的积累，为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他在战争结束前去世，由哈里·杜鲁门接任，而杜鲁门则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做出决定，投下了2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至今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选择。但它确实让美国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绝对力量。二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还推动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机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还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绑定黄金，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一切都让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世界领袖。冷战美苏争霸，可问题是，美国的霸主地位并不是没有挑战。随着二战结束，苏联整合资源，迅速崛起，形成了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格局，冷战由此拉开。冷战其实是全方位的较量，军事上是核武器的竞赛，这
政治上是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科技上还有太空竞赛，文化上甚至连电影、音乐都成了战场。关键人物中，杜鲁门提出了杜鲁门主义，承诺支持全球反共力量；艾森豪威尔提出了遏制政策；肯尼迪则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和赫鲁晓夫硬碰硬。那场危机一度把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冷战时期的军备直接推动了世界科技的快速进步。这个时期，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并且成功实现了把人类送入太空。而美国也不甘落后。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这不仅是科技胜利，更是美国在冷战中的一次巨大的宣传胜利。它让全世界都相信美国代表着未来。冷战打了几十年，直到1980年代才出现了转折。那时候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他提出了强硬的战略，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与此同时，苏联内部经济停滞，体制僵化，最终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东欧剧变中崩溃。1991年，苏联宣布解体，冷战结束。这标志着美国赢得了二战后最漫长的一场较量。它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胜利。当时的美国站在了世界历史的最高点，它是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全面领先。一战它是迟到的胜利者，二战它是最大的赢家，冷战它是最后站立的人。美国的强大，某种意义上是别人犯错的结果。欧洲在一战、二战中被打残，苏联在冷战中拖垮自己，于是美国得以独占鳌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觉得美国神话可能不稳固，因为它的霸权并不是从0到1打出来的，而是在别人衰落时顺势而上。二战和冷战之后，美国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从1945年到21世纪初，它几乎主导了全球秩序，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军事，美国都无可匹敌。第四部分，从霸权到隐忧，美国的衰落序曲。一、冷战胜利与短暂的单极时刻。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那一刻，很多美国学者和政客认为，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和美式的民主自由将是人类唯一的正确选择。那时的氛围甚至让人觉得美国会永远称霸世界。可现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冷战的胜利让美国过于自信，甚至有点自满。他开始以世界警察的姿态介入世界各地，中东、巴尔干、阿富汗、伊拉克，看似展示了武力，却也消耗了国力。很多人说，美国冷战后的几十年其实是透支国力的几十年。战争让军工集团赚得盆满钵满，可普通的美国民众呢？他们的税收、他们的安全感、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因此而真正提升。二、全球化的双刃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美国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选择：推动全球化。美国本来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它掌握了美元体系，世界各国都要用美元来结算贸易。它的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收割红利，看上去这一切都让美国继续坐稳世界老大的位置。但问题在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制造业外流，产业空心化，美国本土的蓝领工人失去了饭碗，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硅谷的科技精英在财富榜上越飞越高，而美国中部的农民、工厂的工人却在一次次经济危机中失去了希望，贫富差距逐渐变成社会撕裂的最大隐患。三、关键事件与拐点。美国的衰落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系列的关键事件叠加。2001年的911事件，它改变了美国对世界安全的认知，让美国陷入了反恐战争的泥潭。20年阿富汗战争消耗超过2万亿美元，却在2021年仓皇撤军，以失败告终。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虚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美国发动了战争，结果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却彻底搅乱了中东。这个事件让世界第一次开始质疑美国真的代表正义吗？2008年金融危机，华尔街的贪婪引爆了危机，美国民众失去了房子、工作、积蓄，危机迅速扩散到全球，让美国的制度优越感受到了沉重打击。2016年以后，特朗普时代，这是美国内部撕裂的标志性时刻。特朗普上台靠的是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反建制派，他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其实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美国已经不再伟大。四、当今的美国繁荣与焦虑并存。今天的美国依然强大，美元仍然是世界货币，硅谷科技依旧领先，事实上依然拥有11艘航母战斗群，但与此同时，它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枪支泛滥，校园枪击案频发，种族冲突难以化解，黑人、拉丁裔、亚裔与白人之间的矛盾时不时爆发，政治极化，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立让国家的治理陷入危险。年轻的一代对美国梦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再努力也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些现象说明，美国的强大已经失去了内部的凝聚力，它还在依靠惯性保持世界霸主的地位，但内部早已摇摇欲坠。很多人会问，美国真的在衰落吗？在绝对实力上，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的国家，可问题在于它的优势正在被一点点的削弱。制造业被中国赶超，科技竞争遇到挑战，盟友体系出现裂痕，美元霸权受到质疑。更关键的是，美国自己正在消耗自己，不断扩张的军事预算、债务危机、社会分裂，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最终可能让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失去主导地位。那么，如何理性看待美国的兴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美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会立刻崩塌，就像罗马帝国衰落也持续了几百年，美国依然有很强的制度弹性、创造力和文化影响力，只是它不可能再像冷战结束时那样独霸世界。对于我们来说，理性看待美国的强大与衰落才是最重要的。它强大过，我们要承认；它的问题，我们也要看清。美国的故事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最典型的一段经验，从殖民地到共和国，从弱小到世界霸主，从巅峰再到面对衰落的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从美国大陆的发现到美国的独立，从工业化到二战称霸，从冷战的胜利到今天的挑战，美国走过了一个真正的史诗级的历程。它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故事，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缩影。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